亲眼看到的话，我才会告诉他。如果我只是听人家说空穴来风，那我绝对不会说。那亲眼看到的标准要看到什么呢？比如说他牵手们两个，算吗？要看他们牵手去哪里。如果说，比如说他们只是在工作场合上，然后比如说我说康永哥，这样就不算。可是如果他们是十指紧扣的走在，比如说公园里，或者是那种比较浪漫的地方，你就判断这两个人是在出轨。我不会判断他会出轨，但我会跟我的朋友讲说，我看到你的男友跟一个女生十指紧扣走在哪里哪里。我觉得这个标准，这个客观标准真的太难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十指紧扣那个瞬间他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你就是要发现他两个人确实是十指紧扣，而且两个人的眼袋都一高一低，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出了问题了。如果他们两个这个后来又解决问题了，又和好了，可是这个你的最好的朋友反过来把你当成是一个多嘴的人，就你变成猪八戒照镜子。我了解。你的友谊丧失了，你也不会觉得可惜。我也不会觉得可惜，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你要选择一个甜美的谎言，还是你要选择一个残酷的现实？对。那如果是我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好朋友却不告诉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会不喜欢我的好朋友。可是他告诉我的话，不管我最后跟我的男友结果如何，我都不会迁怒到我的好朋友身上，不会影响到友谊。对。大家好。大 S 终于被我们请到了《奇葩说》的现场，太难得了。但是你知道，《奇葩说》这个现场啊是非常冷酷无情的。我知道。我们会聊到一些问题，都不是我真的想说的，但是我由衷的想说，你怎么样？婚后还好吗？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其实希望看到你身上一些改变，因为我们的性格里面一般都是非常恨那种嫁给白富帅的人，你知道吗？就像你老公那样的人，居然嫁给他那样的人，居然后面能有好下场，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为什么嫁给白富帅就不能好下场呢？这是我们屌丝的心态，我们明白了，样是不懂的，恨呢都有了。不过日子还长嘛，还不知道。也不用这样子，不用这样诅咒自己了。你一个小节目而已。你一句话就把我们节目带到了那个位置上，很高兴大 S 来到我们现场，回到了她黑暗的少女时代。你今天就暂时忘却你已婚的身份，忘掉我子母的身份，忘掉你是一个妈妈。好。我们本场设定的一个小话题叫做“好无聊啊”，这个话题。对于一个女人来讲，你干嘛看娘娘呀你？我再看一遍啊。一个男人只想睡你，和不想睡你之间，是哪个更伤自尊？你看我干什么？当然是，要不是问一个女人吗？这不，我就觉得反正这个话题，你们三个都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我觉得肯定是第二个呀，不想睡你更伤心啊。你的立场是哪个更伤自尊？就是你被拒绝比较伤自尊，比较伤自尊。不被睡当然伤自尊了呀。不被睡伤自尊。对，你也想睡我，但我跟不跟你睡是我的选择。是啊。如果你连想都不想的话，这两个事上你们两位不见得有经验。康永哥，你的经验呢？对。我觉得只想睡，可是都不在乎你其他的事情，这个很伤尊严呐。对，因为我们是有脑子的人，我们都把脑子摊到台面上来了，对。结果他根本不在乎你的脑子，他只想要睡你，这个太藐视我们的付出了。是，所以康永哥的意思是说，你要睡也先睡我的脑袋。脑子怎么睡？脑子怎么睡？那您是为什么选择这个立场呢？没有啊，我觉得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看第一眼，哎呀，我想靠近这个女生，你把她理解是跟你睡你的脑子也好，睡你的身体也好，那是你想的，但起码她有那个欲望想靠近你，她必须要有欲望。她连靠近都不想靠近你的话，你就跟一个透明的人过去的话，这是很悲哀的，对吧？对，老母猪得一样拱一拱啊。对，是，范甜甜，你听就注意听啊，注意听啊。为什么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你啊。因为娘娘刚刚说老母猪也要拱一拱。想走女神路线了。好，大 S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己是这个立场。
我觉得，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如果那一个男人对你有意思，他会主动的表达，对，那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可是你要怎么知道这个男生他不想要对你有动念的那种感觉？你一定要主动跟他示好嘛。你一直这样吗？偶尔。你一定要给他暗示，然后你给他暗示之后，他就狠狠的给你拒绝。那真的是很伤人呢。你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前有啦。把衣服穿上，走吧。别伤人，别伤人，这种情况多吗？就说一次嘛，一次就不要装出深度访谈的样子。人红是非多，节目红了广告多。下面让我们进入广告时间。怎么有这么讨人厌的主持人呢？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 logo 啊，我们要隆重的感谢一下有钱有势不如有范儿的超级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播出，奇葩说。有范儿啊，这名字很好，有范儿。对了，好多人说是不是有范儿出的钱比美特斯邦威多，所以我们换了一个，不是，有范儿就是美邦集团新推出的一个超级时尚 APP， 功能是什么？说了半天我也没记住，大概是你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有范儿的时尚感觉，而且好像还能挣钱，所以我们才说有钱有势，有房有车。啊，有脸有面，有吃有喝，不如有范儿。感谢有范儿，感谢有范儿之外，我们还要感谢大家看到摆在我们桌子上的这个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我一直问我们这个相关的同事，我说抗饿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就是差不多喝一罐可以扛半年。半年之后还没饿死，说明扛1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那个喝一罐能活99的那个哪儿去了？他们告诉我说，如果能活99，但是吃不饱，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你好好推荐这一季的赞助商就算了，你还损上一季的赞助商干这个。谁让他撤了我们的广告？我要让他们知道下场，跟嫁给高富帅是一样。大家看啊，我们左手边是我们上一季奇葩说的几位老奇葩，刚好7位，也就是人称7剑下天山的7位。我们右手边，这只是我们其中一部分第2季的选手。我们一共从40多万个报名选手当中，有这么多吗？对我真的这次报名，我发现全中国有病的都来了。全世界的精神病。我们把有病的和没病的都排除在外了，剩下一些刚好不知道自己有病的人，到这来确诊的，流到了我们这个现场。那我们一共18位选手进入到现场，他们是今天前面出场的6位。一会儿再进行这个自我介绍。我现在认真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赛制。我们这个赛制呢，就是他们进行辩论。好，赛制介绍完了好简单的赛制。你脑容量越来越小。好，既然是辩论，让我们来看看第1道辩题。健健，你今天约我出来有事儿吗？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你啊，最近过得好吗？和你男朋友？挺好的呀，而且我男朋友最近特别以事业为重，天天加班，整天出差。是吗？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少时间陪你喽？哎，你们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了？我这么掐指一算哈，2个多月了。我的天哪，闺女，你是不是太神经大条了？这不跟分手一样了吗？是哈。我的天哪，你说你长得也挺漂亮，就是这脑子有点不太好哈。你说你身体也挺好的，
就没琢磨着满世界再撒吗？不是，你说这个话是个什么鬼？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们俩在一起时间太长了，难免产生视觉疲劳。你说你看他时间长了，你不嫌烦呢？我不嫌烦呢，我看你我都不烦。我是耐看型的。你说有一天如果他看你烦了咋整啊？你是不是得留好下手啊？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如果他要是敢多看别人一眼，我就能把他眼珠子抠出来撸地上当泡泡踩。你太血腥了，你这样容易判刑，知道吗？我跟你说啊，你想说啥？我说不出口啊。有话直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不说我走了啊！哎呀，今天你打死我也说不出来，他已经出轨了。我说出来了。别，范儿啊，你别着急啊，你看看这儿吧，这里边都是照片。你别生气。哎呀，这黄头发，这不是你吗？全世界黄头发多了，全都是我呀！我会分身呐，公母你都不分了。你闭嘴！你别生气啊，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呀？上个礼拜。拉倒吧，人家上个礼拜在第5大道呢。可拉倒吧，第5大道，我在5道口拍的他。我那天正逛商店呢，哎，我拿着一件特别漂亮一个小碎花衬衫，我就比量，突然间旁边哎特别晃眼睛，我一看，哎，一个黄头发的女孩，哎，这女孩头发真好看，哎，旁边这男的是谁呀？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呀，这不是范儿的男朋友吗？我就把我手机拿出来了，一路跟着他偷拍呀，一直跟到一个小旅馆门口，歘一下俩人就没了，跟大变活人似的。你别生气，我不是跟你说一下事情原委吗？范儿，你咋了？你干什么去啊？我需要静静。我就是静静。你是个屁！个屁是我哥，我是静静。我问你，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呢？我不是怕你接受不了吗？我现在更接受不了。你听好了，咱俩以后再也不是朋友了。不是，这跟我……哎，范儿，你干嘛呀？你说这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这不里外不是人吗？朋友们，你们告诉我，要是好朋友的恋人出轨了，到底应不应该告诉他呢？啊，哎，烦死了。思思老师为什么又要回归？思思老师应该是变强了，对不对？不是，因为如果我第一季被淘汰的话，我真的是没有脸再回来。因为我真的不是被淘汰的，我是后面档期冲突，好吗？所以你最想撕谁？我觉得你应该是所有人都期待说我要跟潇潇撕。对啊，因为你们对的。其实我说实话，我是紧张的。昨天我和那个微微擦过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经常说的我哑口无言，观点太浅薄，我懒得辩。连你都觉得观点浅薄，你是不是我都够浅薄的了？那比我还浅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上我们的口号，对不对？来给自己加油。好，就是明知山有母老虎，我们一起来打虎。他今天10道都像要打虎的。对。对于别人把你称之为母老虎并准备打你这件事，你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没怕过。干杯！啊！哎，你说喝了雅哈之后会不会辩论就一定会赢呢？他们也喝了，那怎么办？我们多喝几杯。啊，我们这个辩题出来了啊！好朋友的恋人出轨，要不要告诉好朋友？来，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用你们手中的红蓝键来选择你们的立场，正方红键，反方蓝键，请按键。第一阶段，新老奇葩对决大逃杀，共6场对决。本赛段将从18位新奇葩中选定9位参与第2阶段的新老奇葩大混战。新老奇葩2队每场各派出3人上场对战，同时观众使用啪啪钮为喜欢的持方投票，红正蓝反，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的跑票数量决定。哇！这么多！好，我们题目在这儿啊。86比14，哎呀，这个屋里的够义气的人还真是多呀。我们请2位团长来选择，那个就让女神先选。当然，女神先选。我绝对特简单，肯定告诉啊，正方我绝对是要告的呀。
那蔡团长，我特别遗憾的通知您，您被选择了不告诉。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您是这样的人啊，这个。因为金星是那样的人，我只好就这样。怀着无比的好奇，问一下大 S， 你选哪方？我一定要告诉对头，你的好朋友。对。哦，好，那我再换一个问题，就如果是你妹妹呢？你拆散姐姐不够，你还要拆散妹妹啊！我还是会告诉她，但我一定会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告诉她。我一定要亲眼看见发生某些重要的肢体语言，还要拿到证据。对。那我再问一句，要是你妹夫呢？怎么样？你会告诉她吗？哦，你说如果是我妹妹？对。小 S 在《康熙来了》没有被这样弄过哈。小 S 在《康熙来了》抚摸男人的肉体也不是第一次啊，对，所以你的标准要放宽，你知道吗？标准要放宽。因为他如果有出轨，一定都是工作需要。对。好姐姐啊，好姐姐！我没想到台湾的综艺圈这么幸福。好吧，那你的立场是一定要告诉。对。哎呀，这太好了，所以这边全部都是要告诉。这边人类的少数啊，这个他们选择的是反方，不要告诉。本来我们应该是反方先开始的，但是因为今天是新咖挑战老咖，我们让新咖先声夺人，好不好？好。你们每一位站起来之后，都要简短的介绍自己，不要超过2个字啊。新东方有2位名师，就是我和艾丽，我们俩数1数2，我数1，他很2。你果然是用一个2字进行了自我介绍，来开始吧。谢谢。首先，请允许我用一点点时间来向潇潇道歉。我上一季其实也参加了《奇葩说》，但是实力不够，被淘汰了。别人来问我说：“哎呀，你怎么会被淘汰？”我出于面子，我说：“因为他们太奇葩了，我做不到。”所以呢，我就举了一些例子来例证他们太奇葩，放到我的电台节目里面。结果呢，虽然我实力不够，但是粉丝还是有一些的，所以很多人就跑去跟潇潇说：“哎呀，那个人在暗讽你。”其实我没有提到名字。于是我们俩共同的好朋友刘思达就跑过来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潇潇？潇潇那么棒。”其实我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但是呢，还是对你表示非常的抱歉。你的发言时间快到了。当好朋友有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虽然我们不需要挺到说你来踢我好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及时如实的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俩去喝下午茶。起来以后，我发现他的后面红红的。他是猴吗？什么叫后面红红的？你懂的。哦。他的后面红红的，我好羞羞。我告诉还是不告诉？哦，他懂了。哦，懂了。哦，哦，他懂了。我告诉还是不告诉？又不是我红红的，关我什么事？好吓人。但是我不告诉他，在路上走的时候，路人会看见，好朋友会看见，是敌人会拍飞照发朋友圈，我还是人吗？我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好朋友也这样诚信讲义气的话，请你告诉他，谢谢。哎，你俩那个上一季完，你俩真撕开了。他主动来撕我，没理他。对。那个金姐，别在意，在这屋里面谁跟谁都撕过，这是一个极其险恶的环境啊，没有任何2个人之间是没有撕过的。来，我们看一看对面，潇潇，你脸上的表情不太自然。OK 啊，那我就聊一下好了。哎呀，刚才周思成告诉我们什么？就2个字嘛。他为什么要告诉他的朋友？他很仗义，这是一个好朋友的标准吗？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不太敢跟你交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可能在偶尔的一个下午，我想听八卦，我喝下午茶，我会给你打一个电话，因为你符合一个3姑6婆的标准。你打着一个好朋友的名义，你干着狗仔队的勾当，
说实话，人家两口子的事情关上门，人家是要演爱情片、动作片还是爱情动作片，那是别人的自由。你一个外人无权干涉，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行。你非要在别人的人生里给自己安插一个配角，你怎么这么闲呢？我先摘掉你这个好朋友的帽子，接下来我再跟你说一下你这么做的弊端。比如说，你来告诉我，我和甜甜两口子，你告诉我，哎呀，潇潇，甜甜出轨了。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什么？我回家问他，范甜甜。周思成告诉我，你和一个背影酷似马东的男人进了7天。谁告诉你的？周思成。周思成这个贱货。好，知道吗？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两个扯不清楚了。他除了告密者，他马上即将扮演一个更加尴尬的角色，那就是来当见证人。他最好是把我和范甜甜往分了那个方向说。如果我们两个没有分手，我们两个还在一起，那你就没有办法做我们两个人的朋友，因为我选择了我的爱人。那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我们俩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吗？这个时候我心里有根刺，也许周思成说的是对的呢，他就是埋下那根刺的人。现在呢，我要说给每一个自以为是的朋友，这个时候分2种情况，就是你的好朋友的另一半出轨了，他们活得很幸福。第一种情况，你好朋友很敏感，说实话，在这个社会上，敏感的人是过得很辛苦的。可能不用你说，他已经察觉到躺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有问题了，但是他为什么要在你的面前粉饰太平？说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受伤的样子，或者他觉得他有能力处理好这样的问题。第2种情况，他很迟钝，连你都发现她的男朋友出轨了，她自己没有发现，但是她过得很快乐。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告诉那些所有自以为是的朋友，如果我是一个敏感的人，请尊重我可以独立处理好自己感情问题的权利；如果我是一个迟钝的人，请不要剥夺我做一个快乐的权利。范甜甜她出轨了，她可以骗我5年，骗我10年，骗我15年，骗我一辈子，我都不知道，那是她的本事，那是我的福气，你不要戳穿她。在这里，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如果不小心让你发现了我的家丑，请你为了我的幸福，做一个安静的、不怎么美的男子，谢谢。我不觉得我是激怒了他们，导致他们活力很猛，因为他们活力本来就很猛。辩论这个东西吧，它有一个特点，很难收住手。我也不知道你大概会什么样，那就只能是出现我说到哪儿算哪儿，然后你有什么反应我也预测不了，所以不存在说攻势猛不猛烈。现在也知道我们这个现场是来真的，对不对？是来真的啊！你发现吗？这里全都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啊！这些人只会在这个现场能够碰面，因为这个现场毕竟我们有保安。是这样子。出去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好，那现在回到反方立场，李如如。好，李如如可以用2万个字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女的呀，没办法。我可以最后再做自我介绍，好的，也可以。因为刚刚潇潇说，告诉的人有点像3姑6婆，是不是？我告诉你，其实3姑6婆往往是不会告诉你的那个人。为什么？因为3姑6婆最喜欢的就是看别人的笑话呀，看别人的八卦呀。3姑6婆当知道一个人他的另一半出轨的时候，他第一件事绝对不会是去告诉他，不会去点醒他，而是跟他的邻居说：“哎，你知道吗？他出轨了，真的哇，好激烈哦，这个事情真的好激烈。”是的，然后当事人一过来，3姑6婆立马散开了，就说：“他来了，不要说，不要说。”所以不告诉的人才是3姑6婆，好吗？你们觉得告诉我的好朋友会让他痛苦？其实并不是。告诉他是让他知道他出轨后的惊天大秘密，出轨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假设我的好朋友是一个女生，她的另一半出轨了，很好，我看到了。如果她的另一半是跟女人出轨还好，如果是跟男人，那不是出轨是出柜呀！我怎么可能不告诉我的好朋友呢？可能他之前还在想啊，他为什么不愿意碰我？是不是我的不好？天哪，是不是我没有女人味？他为什么不愿意碰我？他肯定想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只有告诉他，
你都好的跟苍井空一样，你长得美的跟范冰冰一样都没用，因为他根本都不爱女人。那你们以为现场没有人有过这样真实的例子吗？真的有，那个人就是我。我大学的时候很单纯，然后有一个男生追我，对我特别的好。他每天开20公里的车过来，就是给我送一大包零食，然后我生病的时候就照顾我，对我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那时候很单纯啊，我就跟他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很奇怪。首先，我怎么强迫他都不愿意对我怎么样，就觉得很孤单。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跟我独处，就是我们不管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旅行，还是去吃饭，他永远叫上第三者，我自己很痛苦。然后后来我才从他的相机里发现他跟一个男生的床照，而且我还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有个男的喊他老公，我当时就真的傻了。而且我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共同那个男生朋友他是知道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我怕你难过呀。我就是怕你不幸福啊！我想说，我难过个屁呀！我接受不了我男朋友出轨，但是我可以接受了他出柜呀。因为这样的话，我真的释怀了。我知道我做什么都没有用。当然，我在这里说这个例子，不是告诉你们，你们的另一半都会出柜。我只是告诉你们，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但是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我告诉你是想让你知道你的不幸是哪一种类别。我想让你知道你的另一半出轨之后，他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你们感情破裂、感情不好的真正的原因。所以为什么不告诉你？谢谢。如如，我想追问一下，你这个故事是真的吗？真的，天地良心，当时就被骗得很惨。是吧？那最后谈恋爱当他跟出柜的时候，那个生活的周期保持在1个月1次还是2个月1次？对，其实就是请你解释一下例行公事是怎么过的。就是在例行公事上，你肯定有感觉吧？还用到别人告诉？就没有就装啊，就装啊。就你知道，女人在这方面就很容易装。你装，他也装。他就是你知道，他只会进行的最后一步。如果你要求别的那些就是前戏 something 这些东西，他就会说啊不要，就装的自己很清高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问题。如果拉这段可以掐掉吗？不会的。怎么？导演组没有跟你签？对不起。导演组没有跟你签协议吗？不过你成功的追回了若干票。我自从主持了《奇葩说》以后，已经完全不识数了啊。好，哪位？我。首先第一点，你说了沉默，我们代表沉默，但不并代。好，你的发言时间到。并不代表我们不作为，好不好？那我们来接下来说，我的好朋友，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长到大，金星老师说是闺蜜，对，好像不告诉她确实是不太合适，是不是？我告诉大家，合适，特别合适。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你最好的朋友从你最好的朋友嘴巴里听说你的男朋友出轨，这个是比任何一个人嘴巴里听到更痛心的一件事情。你感觉上你拿了2把刀，你生生的捅在你最好的朋友的心房里边，这种心痛的感觉是多么的痛苦。非常简单，我们说了我们不作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代表说明什么问题？我要做一个幕后的英雄。所有痛苦都是我一个人来扛，我不要去告诉我最好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一个人默默的不知道就可以了。我来帮你解决问题，我亲手帮你撕。我就约这个男人见面，跟他说得很清楚，现在给你2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你现在跟我朋友说清楚，跟他分手，让他长痛不如短痛。第二，我再给你一条路，现在就跟那女的分手，不亲手分手的话，我就让你死得好看，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哎，我们说了，我们不告诉我的好朋友，并不代表我们不想做什么。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变成一个很幸福的人，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会跟那个男的说得很清楚，只要你跟那个女的分了手，这件事情我们就当没发生过，从此两清，让你们2个人过着幸福又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的朋友，让他跟他分手的话，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范甜甜的厉害。哈，好。哇，我是谁呀？我多么的伟大呀！我是幕后的大英雄，所有痛苦都让我一个人承担，让我的朋友过上幸福的生活吧。说明什么问题？这才叫真正的好朋友。好，我怎么觉得《奇葩说》第1季到第2季中间，你是去当海盗了吗？
对，最近加勒比啊，最近在泰国拍电影，跟郭富城。哇，哪家投资方这么背啊？请到你。票房灵药。票房毒药，你才毒药吗你？毒药。好，人生越走越歪。不要，收敛啊。这个，我建议你们，不论是谁先站起来说话，一定先把他拍到墙上去，大嘴巴叭先拍回去。开始吧。刚才对方2位讲什么呢？潇潇讲要给自由，自由是好的，不要去干涉别人的生活。OK， 自由没有问题，自由谁都喜欢，就像谁都喜欢吃饭，对不对？谁都需要吃饭，可是饭也有好饭跟馊饭。你如果吃了馊饭，你会拉肚子；如果你用了不恰当的自由，你是在给你的朋友加以枷锁。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只是谈恋爱，你不告诉他出轨，那回头有一天他结婚就是喜当爹啊。那你说他的人生要多么的悲惨，他之后的人生会背上多么大的一个枷锁，去挣脱这样的一个事情。好，现在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一天呢，去我朋友家里，然后呢，他买了一瓶牛奶，不知道他牛奶太香了，还是说这个怎么样，反正就有一只蟑螂就爬进去了，爬进去爬出来。然后呢，我没有告诉我的朋友，第2天他喝了这个牛奶，他就拉肚子。我其实非常的后悔，因为我觉得是说，我以为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有事，我告诉他。那你说会不会有那样的朋友？你告诉他之后，他仍然觉得是说 OK 啊，没有问题啊，蟑螂就蟑螂啊，这就是生活。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拿牛奶来类比恋人吗？因为牛奶和恋人一样，都是要经过你嘴的东西，要进到你身体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要讲，因为爱护个人卫生，人也有责。谢谢。哦。你说的那个问题我不太关心哈，我就想问一下，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蟑螂会爬到那个牛奶上吗？因为这个蟑螂认出了这是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这广告念得好，这广告加钱，安总加钱。好，现在正方37票，反方63票。如今宝贝，你随便说。说到吃饭了，这很奇怪。刚才小 K 告诉我们，如果有朋友出轨的话，要注意卫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出轨跟卫生有直接的关系啊。其实这题目很简单，观点是什么？好朋友幸不幸福，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的好朋友在任何情况之下谈恋爱的时候，他都不幸福，这样不管有没有出轨，你都应该劝他们分了。但如果他们幸福的话，还要不要告诉他？对我来说，好朋友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他女朋友的节操、贞操之类的，我一点都不关心。如果他活得很幸福，你说他吃这碗饭吃得很开心，他吃晚餐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你告诉他没有一个厨房是干净的。他吃着大肠的时候，你告诉他，你以为大肠里面包的是小肠吗？大肠原本包的是屎。吃着那鸡屁股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你说你知不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什么必要呢？而且那还是你的好朋友。每一个人嘛，都一定活在一定程度的甜蜜谎言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如果让你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有读心术，知道每一个人现在内心的想法，那是很可怕的。你看，可知道现在潇潇心里想什么？他可能想过去撕了思思老师。你猜对了。这样思思老师是不是很难过？所以说，读心术看别人残酷的事情，我们还是保留着好。如果别人在甜蜜的谎言里面也过得很开心，我宁愿他被骗，起码他开心，因为唯一的伤害在于知道。谢谢。如今啊，谁在你吃大肠的时候跟你讲里面包的是屎啊？暂时还没有这么扫兴的人，扫兴，还没有。正方谁要说？其实很多人出轨都是肉体出轨，对不对？
就是说我还是爱我的另一半啊，但是我就是要出去骚，我就是要出去搞一搞，我就是要出去玩一玩，谁不爱新鲜的 body？ 是谁不爱呢？你们不爱吗？你不爱吗？你不爱吗？谁不喜欢新鲜的肉体？那我就更要告诉我好朋友啦。你真的不用重复这么多次。因为真的很爱，对，所以我更要告诉我的好朋友，因为你的另一半出轨了，你也可以出轨啊。你不可以出轨吗？所以说，如果我不告诉我的好朋友，我好朋友就亏大了，他放弃了一次难得放风的机会。当然了，请问他们这个轨道上还剩谁呢？不是。有很多人说 no， 我不爱出轨，出轨很恶心，不要。是，而且我不要和我的另一半一样，他肉体出轨，我就和他同流合污。如果我的好朋友这么告诉我的话，我会告诉他。你接受不了出轨，我更要告诉他了，你的另一半做了你接受不了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的好朋友他都是受益方。谢谢。老咖和新咖待遇的不一样，就是老咖的发言到此为止，请坐。好，新咖的第2位。我刚才都说了，人都是要吃饭的，就好像如今说你要吃鸡屁股没问题，你要吃猪大肠也没问题，可是你要吃馊掉的猪大肠跟被别人嚼过的鸡屁股吗？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有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男生交了27个女朋友，然后他生病的时候，女朋友一起去看他，就发现说，哇，原来你骗了这么多的人，他就是一个被嚼过的鸡屁股啊！而且这27个人里面互相还有好朋友，所以你知道什么吗？知道什么叫姑息养奸吗？知道什么叫奸夫的爱吗？就是说他可能骗了你这一个朋友，他可能会骗你，他可能会骗更多的人。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说出来呢？而且如果你今天不说的话，今天你不讲他出轨，明天你就跟别人一起分享这27个女朋友。小 K， 你是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长大的？怎么你们那边交叉传染那么厉害？交叉传染。我想问一下陈明，在你的立场上，如果让你发言，你会说什么？我不是太赞同刚才甜甜和如今的观点，因为在我对自己友情的定义当中，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是信任。如果我的朋友像范甜甜一样选择不告诉我，我只能理解成他不信任我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即使他背着我把我的女朋友处理得妥妥当当，他也不会让我觉得温暖，而会让我觉得恐惧。因为这样一个朋友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对我的男朋友下了如此狠手，我都完全不知情。我不知道他接下来在未来的人生中还会做出什么类似的事情，我只会疏远这样的朋友，而不是相信这样的朋友。所以我的人生当中，他不告诉我帮我解决，我会认为他只是不信任我的能力，而不是真心的为我好。我真不信任，因为让我会很恐惧。而如今刚才所说的观点，说我们总要给一个甜蜜的谎言，这点我赞同，但是要有度。如果是小尺度的东西，比如说他平时喜欢抠抠鼻子啊、嚼一点臭这些事情，哎呀，你们自己解决就好。但是如果我看到了你的男朋友出轨，这会在我的划分标准中意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甜蜜的谎言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维系一辈子最好。但是出轨这件事情，有其一可能就有其二，有其二就有其三，而这件事情会事关到你人生未来的幸福，所以这不是一个幸福与虚伪的选择，是一个眼前的幸福与长久人生幸福的选择。对，我宁愿戳破他，也要让他的人生看到真实的，但是由自己自由选择的意志。好，这是我对朋友的尊重。谢谢大家。我觉得陈明说的特别好，有其一就有其二，有其二就有其三。在小 K 的人生当中，一直有27，连续3下，但是目前你们也只得到63票啊。这个我们让这篇后排马薇薇啊，这个简短的啊，你力量太大，你小心点啊。1分钟，1分钟，1分钟，又轻又快又温柔。不嘛，长一点。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一生中见过这么多的上帝，也没有想过那么多的上帝想要做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好朋友是保护者，不是教导者，不是上帝。你不是知道他人生的一些细节，你就要去教育他成长的。如果你的好朋友真的那么幸运，他能够被一个男人骗一辈子，像如今说的，他吃了一辈子大肠，大肠里一辈子都有细菌，一辈子都有屎，可是他身体依旧健康，你何必要告诉他呢？如果你真的这么
的有勇气，真的那么想做上帝，你像甜甜一样去帮他解决掉那个男人呢，对不对？你又不肯解决那个男人，又不肯忍受，你解决了谁？解决了你朋友。啊，我们先暂时凝固在这儿哈。我们要请2位团长做这个最后的总结陈词了。那蔡团长，请先请。恋情啊，发生在2个恋人之间的感情的标准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忠贞这个条件，也许在人口比较少的时代，每个人必须要占据好一个恋人，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忠贞是一个不可违逆的标准。可是，在现在这个大家这么密切的交集的时代，我们在网络上就很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那是我们一天在网络上面遇到的人，可能比起古时候他一辈子遇到的人的人数都要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恋爱当中，忠贞这个标准是不是还是最高标准？这个是我今天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出发点。我认为忠贞并不再是那么严格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当你的朋友要多事的替你来决定他谈恋爱的对象够不够忠贞的时候，他采用的标准未必是你想要采用的标准。所以，一旦你这个多事的朋友他采取了一个比你严格的标准，你的感情受到的干扰就是不必要的干扰，因为那个人采取了一个过严的标准。我认为2个人在一起要克服的问题很多。地位的差别，可能是双方家庭背景的不同，可能是2人个性的不同。我碰到很多男女情侣分手是说我们个性不合，而不是说他不够忠贞啊。忠贞并不是爱情里面最严格、最重要的那一个标准。所以，如果大家只是这么大惊小怪的把出不出轨当成是唯一要把别人拆散的一个衡量的一个准则的话，我认为是太天真了。所以我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对忠贞的标准各不相同，所以让恋人们自己决定忠贞在他们的2人关系当中有多么重要，而不需要你来多事，这是我的建议。忠贞不再是一个标准吗？你叫你妈干嘛？好，金星老师。我想说呢，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首先想，这件事情我的好朋友她男朋友出轨，我亲眼看没看到？我看到了以后，然后我会善意的提醒，因为他们两个在恋爱阶段，也许我的闺蜜我貌似我了解她，但也许她就好这口呢。对吧？也许我的闺蜜也在出轨呢，那我就善意的提醒她，因为他们两个在谈恋爱当中还没有步入到契约状态，结婚是个契约精神。当我们俩 commitment， 英语叫 commitment 呢，如果我决定嫁给他，这个忠贞呢就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了。但2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有空间。那我作为闺蜜，我会提醒她，我看见了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在不在意？如果你不在意，祝你幸福；如果你在意的话，你相信我的眼睛，我是你闺蜜，我告诉你了，仅此而已。我不启动一个拆散的作用，而是提醒，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对，非常好。那咱们商量一个暗号吧。比如说，你的眉毛有点一高一低哦，意思就是你回家去查一查。艾丽问你那割眼袋呢？割眼袋可以啊，对，你该割眼袋了。啊，这个好，这个好，好。哎，我帮你综合，就是回去就说，你的眼袋怎么一高一低啊？对，这个比较理解。对，这个在自然界很少发生啊。对，你的眼袋怎么一高一低呀？哎，我已经结婚了，我不是恋人状态啊。哦，那我绝不告诉你的眼袋一高一低，好吧？谢谢。好，大 S 关于这个话题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因为我的想法跟那个金星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我亲眼看到的话，我才会告诉他。如果我只是听人家说空穴来风，那我绝对不会说。那亲眼看到的标准要看到什么呢？比如说他们两个牵手算吗？要看他们牵手去哪里。如果说，比如说他们只是在工作场合上，然后比如说我说康永哥，这样就不算。可是如果他们是十指紧扣的走在
比如说公园里，或者是那种比较浪漫的地方，你就判断这2个人是在出轨？我不会判断他会出轨，但我会跟我的朋友讲说，我看到你的男友跟一个女生十指紧扣走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标准，这个客观标准真的太难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十指紧扣那个瞬间他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你就是要发现他2个人确实是十指紧扣，而且2个人的眼袋都一高一低，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出了问题了。如果他们2个结果后来又解决问题了，又和好了。可是这个你的最好的朋友反过来把你当成是一个多嘴的人，就你变成猪八戒照镜子。我了解。你的友谊丧失了，你也不会觉得可惜。我也不会觉得可惜，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你要选择一个甜美的谎言，还是你要选择一个残酷的现实？对。那如果是我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好朋友却不告诉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会不喜欢我的好朋友。可是他告诉我的话，不管我最后跟我的男友结果如何，我都不会迁怒到我的好朋友身上，不会影响到友谊。对，了解。我同样这个问题要问问金星老师。如果我是你的那个闺蜜哈，结果你告诉我了，我会说你告诉我这干什么？我觉得你这人，哎呀，多事儿啊！你以后没有，我们不要来。那我会说，我说的，我告诉你一声哈，因为你的女朋友有其他的爱好，如果你继续爱她的话，好好爱她，但是注意点卫生就可以了。就你嚼那块馒头，别人也嚼了好几口，还蘸着老干妈嚼的。所以说，我就是提一个醒。我喜欢吃辣，你管得着吗？没问题，我当时就那口是提个醒啊，这个意思嘛。我口重，对嘛，没问题。口重告诉你不用再买老干妈了，我口重，你不带眼袋，高一还口重。对，好吧，我们请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做最后一次投票。红蓝键，新咖是正方红键，老咖是反方蓝键。同时恳请各位考虑到，老咖很熟悉这个现场，从容镇定，有礼有节，但这个优势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他们上一季在这个时间的时候跟他们是一样的，在这个情绪下面，请做最后的投票。5、4、3、2、1。公布结果之前，我们挣钱的时间到了。我们要特别感谢在《奇葩说》第1季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些品牌，同时在第2季慷慨解囊赞助《奇葩说》，他们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记住，谢谢雅哈。记住啊，喝了才能愉快聊天，不喝就像你们似的。还有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哦，好劲爆的广告语！狂拽炫酷炸天，你们确定这个能收到广告费吗？东风标致308S，非常感谢。还有吃了就变豆，自己跳到碗里的 巧克力豆，谢谢。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这个结果哈。恋爱经验这东西因人而异，有的人重质不重量，有的人觉得量变能带来质变，有的人认为爱情是试出来的，恋爱经验越多，试错越多，越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何况找个经验多的，够体贴，识大体，关怀无微不至，姿势变化万千，春风十里也不如你。用户体验不像经验少的一张白纸不解风情，头疼脑热大姨妈只会让你喝热水。谁受得了啊？就算是 TFBOYS 这种小鲜肉，也只会感觉还是单调太乏味。但有人认为感情这种事还是应该宁缺毋滥，恋爱经验不能太复杂，还是身家清白、天真单纯比较值得珍惜，也不麻烦。陈老师经验多吧，相处还要担心照片不小心流出，变成10万个女主角中的一个，没有安全感，感觉怕怕的。总之，经验少的会不爽，经验多的会担心。如果让你选伴侣，经验多的还是少的？这是一个问题。斌哥，
你心机很重，你今天穿花枝招展的，镜头都给你抢走了。哎妈呀，镜头抢走哪是我呀？那是你，你胸前那2对大灯，谁瞅我呀？都瞅你了。没有，我们的颜值担当其实是胡天宇的。我们走内行路线，好吧？好吧。对，今天主要聊这个恋爱经验多与少的问题。经验少的好呀。我经验也特别少，我们是选恋爱经验多的这边是吧？我们先要说清楚啊，是恋爱经验多，恋爱经验少啊。这个对你很重要，很重要啊，这个东西。我和如今就是标准的白莲花组合，白莲花女孩和白莲花男孩。你是怎么混进白莲花这个行业的？老子是经验多，不是恋爱经验多。潇潇真的是一个白莲花，内心小，真的非常内心少女的不行。对她内心少女的不，真的。其实我觉得感情问题我特别擅长。你看我《非诚勿扰》上了半年，见了200多个男人。咱们今天嘉宾和《非诚勿扰》男嘉宾不太一样，他们不一定喜欢女人。说好的纯爱 couple 呢？他们2个要走纯爱，荧幕无性 couple。哎，你们2个走纯爱真是太可怕了，你知道吗？首先你不纯，其次他不爱你。如果让你找伴侣，注意啊，我们说好了是找伴侣。不是只找一个什么临时朋友，找伴侣要找临时朋友。你真会说话呀！伴侣是要找恋爱经验多的，还是找恋爱经验少的呢？红键支持正方，找多的；蓝键支持反方，找少的，请按键。第1阶段，新奇葩入选大逃杀，将从18位新奇葩中选定9位，进入第2阶段的新老奇葩大混战。本阶段共6场大战，每场3老 V 3新，新奇葩获胜则3人中晋级1名，败北则淘汰1名。观众用啪啪钮为选手投票，红正蓝反，胜负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3、2、1。旗鼓相当吧，差不多，旗鼓相当啊。这个难了。对我们这个老咖和新咖是按照他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了老咖在正方，新咖在反方，对吗？也就是你们选择的是说找少的，找恋爱经验少的。老炮们认为要找恋爱经验多的，是吧？你说老炮都说老炮了，我们还能选啥？好，你们既然老炮们是这么选的，我们让2位老炮来选一下。我绝对是选的正方，经验多的。我希望有一个男人，他都明白了呀，不用在你身上重新寻找世界的乐趣。拿我来做试验品，来找新的经验去，完了再对，不行的。他已经有经验了，我就得到他那个经验，我享受他的经验就可以了。好，康永老师说完了，那个你就是你就要选择经验少的啊。这个我反正就在他的对面嘛。对对对，所以金星选了正方，我就选反方了。到您了，这里有我事儿。打酱油的也可以说话。就是按您的实际婚姻状况来说，您愿意找一个经验多的还是经验少的？我一会儿再问。您现在的婚姻状况到底是经验多还是经验少啊？不能问，不，这多少咱得定个量。你说是，我跟你讲啊，5次以下，5到10次，按个人心里自己的感受，去分辨多和少。我得选一个是吗？那我就选择真心话啊，真心话。对，你不需要有立场，真心话，真心话。少的，原因呢？太多了，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你找到了吗？找到什么？找到少的了吗？找到少的了。好，那我就再问，多少次算少的？对呀。这个雕，哥们儿就是拿来害的。你听我说，肯定在5到10次之间。这算少的。对，恋爱呀。你怎么那么惨啊？你准备找一个谈多少次恋爱的？我是主持人，我不参与这种讨论。建强选择的是少的，其实也就是跟康永哥是一对。对了，然后金姐是多的，那谁先说？
多的先说，少的先说。少的先说。少的先说，我先说。啊，来，嫂子先说。来了，嫂子先说。嫂子先说。大哥呢？少的先说，少的先说。我认为啊，谈恋爱找伴侣肯定是要找恋爱经验少的。如果你找着一个恋爱经验多的，那就说明把你人生的主动权主动放到人家的手里。那很多人说大兵啊，你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搞个对象就是干仗啊？非得分个你死我活呀，鱼死网破，一争高下呀，并不是这样。我觉着两口子过日子，最起码得有一个你来我往，相互对上夹，我们才很开心、很快乐嘛。那反过来说，什么是恋爱经验？恋爱经验，我觉着肯定不是一个基本的技能，它能让一个男人阅尽无数女人之后啊，变得非常的刚强，非常的狡猾，也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假戏真做，滴水不漏。换句话说，你刚说完上半句，人家都知道你第10句要说啥。你带人家去看场电影，人家之前都看6遍了。电影演到最关键、最激烈的时候，你还得假装没看过。你说：“哎呦我的天哪，妈呀，他就是凶手啊！”所以说，我们的恋爱找伴侣要找的是什么呀？我们要找的是情投意合的，能够相濡以沫的一起过日子。你的伴侣之前有那么多的人搞过那么多的对象，你敢跟人家相濡以沫吗？啊，婚前的事儿咱就不唠，咱聊聊婚后的事儿啊。结婚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旧情复燃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恋人又触地反弹了，指不定又什么时候晚上微信咔咔又响个不停了啊。所以说，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时候你要是找一个私家侦探的事儿。人家得收你5倍的价钱，人家得这么说。哎呀，我哥呀，不好意思，你这人太多了，我没办法锁定目标啊。所以说，你的人生主动权还在你的手里吗？啊，人家那是人生的赢家，你充其量你就陪人过家家呢。哎，我不否认说，恋爱经验多的人。他肯定就是不专一，不是，他也肯定是有他专一的一面，他很爱他，但是他能抛弃之前的所有前任的这些记忆吗？你比如说，你跟现在的情侣，你们2个人坐在一块儿，在家里边想回复一下之前的青葱岁月，看看照片啊，你的伴侣把电脑打开以后 ，A、B、C、D 一盘的硬盘里的东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隐藏文件夹啊。你删除一个崩出来一个，删除一个崩出来一个。我跟你说，点击出来之后，不是艳照就是视频啥的啊。就算他看着一个你跟一个异性俩人握手的照片，他心里都会合计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最狠的是什么？最狠的是你们2个人去买结婚戒指，选完了之后准备要付钱的时候，服务员悄悄地告诉你，给你打8折啊！请注意，不是给全场所有的人哦，只是给你打8折。你心里不合计合计咋回事啊？来过好几回了。对呀，所以说嘛，啊，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你找一个段位比你强的，恋爱经验比你多的，那么就是你被人卖了，你还帮人数钱，还不能数错。谢谢。本方现在已经涨到63票了，但是你好像有个问题啊，哎，你要的不是少的，你要的是没有的。对，我个人是喜欢，确实是什么都没有，一张白纸一样。你的处女情节还那么严重呢？哎，不能说呀，不能说呀，不让说呀。这能说？这能说？能说吗？这啥都可以说。太是了，哦，真的。就是包括我的妻子也是处女，确实是这样。现在还是吗？你也对这感兴趣？是。问问，随口问问。好吧，来，我们正方哪位先来？我先来吧。花喜，如果爱情是一次航海的话，一个经验多的人是一个老船长，而一个经验少的人是一个新手。爱情这场航海当中，有很多我们看似表面平静的地方，有很多不知名的漩涡，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暗礁。但是老船长因为经验多，他知道他在掌握这个舵的时候，什么时候该抓，什么时候该放。那就先来看看什么时候该抓好了。如果你的女朋友今天一天没有怎么给你发信息，而你也没有主动找她，然后晚上你突然问她，你说：“哎，今天怎么了？没有找我？”她说：“没事。”经验少的人这个时候回一句：“哦，那洗洗睡吧。”这个时候女生是不是都懂了？
你们知道问题出现了。如果你回了洗洗睡，那你真的就洗洗睡了。但经验多的人，这个时候会开始想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并且会去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错误，哪怕是及时冲到这个女生家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经验多的人去维护自己感情的方式。那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时候该放。自己有男朋友的女生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男朋友突然有一天，整个人精神状态不太对了。大家千万不要多想，男生的智商真没那么高，可能只是早晨刀塔连跪了13局而已。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男朋友有什么事藏着掖着不告诉你们，也千万不要说亲爱的你怎么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今天心情到底怎么样，我是真的很爱你的，你告诉我呀，你要跟我分享你的心情。先把唾沫擦擦吧。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去逼你的男朋友跟你分享，那你男朋友就想跟你分了。什么问题一笑而过，什么问题追根到底，这是恋爱经验多的人才能掌握的尺度。爱情不是像你说的一样，为了图个省心，不想跟你斗，而是图个长远。有了这个长远，就是一个老舵手走得越来越远的原因。说完了，谢谢。好的，棒棒的。是吗？抬举我了。巴西刚才讲的这一串话当中呢，出发点很有趣。你说女生一讲到说我没事。你觉得好的情人是要追问说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你先反省这个错是自己犯的还是女生犯？如果是自己犯的就认，如果是女生犯的也要把它揽到自己身上，然后去认。哦，对，宠爱着女生。花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康永哥就在这第一轮里面对你有点手下留情。他是那边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哎呦，好像还有一种呵护。正反方一辩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都挺强的，都很强啊。来吧。反方，哎呀，我先给你鼓掌，我先给你鼓掌。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上节目来宾还在坐月子中的耶，也不会有第二位了。我刚才听到花溪说了，你认为说好像恋爱经验少的人就好像是恋爱小白痴，是不是？一定是小宅男、小处男，什么都不懂，也不懂得哄女生，对吗？恋爱经验少的人也未必是这样哦。像我这样的女生，我阅人无数，看男人看得可透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几斤几两。但是为什么我恋爱经验这么少呢？因为我不轻易出手，我是一个特别慎重的人，所以我对感情特别在乎。这就是挑西瓜理论。比如说，这是一个西瓜，像花溪这样的男生。你离他远点，你离他远点啊！他帮我一伸腿，是不是？对。像花溪这样的男生，他看到这个西瓜，他不知道这西瓜熟没熟，他就一定要买回去，剖开来一看，白的，哎，扔掉，不要了，我再买一个，一直买到我满意的为止，对不对？像我这样的女人，我只要敲一敲，我就知道这西瓜熟没熟。我只要说把这个西瓜看2眼，我就觉得，不给力。哎，这个西瓜可以，所以我就找这个。可是他阅人无数，经验又少，经验他是说他见识广，可是经验少。恋爱经验多，并不等于你社会阅历广，是不是？恋爱经验多，只能证明一件事。你谈了100个人，100个人都没有跟你在一起，证明什么？你情商超低，或者是你是要出来的玩咖。哎，你这样的人怎么适合做伴侣呢？亲爱的花溪。亲爱的，爱情的经验只能从爱情里来，不能从社会经验里来。对，爱情的经验只能从爱情里来。所以你光看男人没有用，你得用男人。那我想问你，我谈恋爱的经验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当恋爱大师出恋爱宝典吗？当然不是，我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爱我的人，是不是？好，谢谢郑真。我要补充一下郑真的这个背景，她是立志要找到自己的幸福的另一半，就是她现在的老公。所以她4年的时间一直出没于各种相亲节目，所以就是恋爱经验不能从社会上来，但也可以不从恋人身上来，可以从相亲节目里面来。你只要能够站到那儿4年不灭灯，弄不好就会很有经验，是这样吧？好，如今你请。我的经验嘛，就是社会经验来的。潇潇就是他的社会啊，黑社会。社会经验嘛，我的社会经验是哪里来的？就跟我挑餐馆的经验一样的。你们各位想一想啊，如果一个餐馆是很多人进去吃的，
是不是你也会去排队去吃？一个没有人吃过的餐馆，你是有多饿，你才想会进去吃那家餐馆？所以，如果按吴妈妈讲的，我们要靠社会经验，我觉得还是挑经验多的。如果我不敢挑餐馆，我不是顾客，现在我是厨师，这样厨师喜欢找什么样的顾客？如果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牛排的人，他吃了你的牛排，说你的牛排真大。哎，如今牛排一般不用多大来形容，因为没吃过。你的社会经验到底是从哪儿学的？牛排很大。他说你的牛排很好吃，可以吗？他说你的牛排很好吃，这个赞美值得你开心吗？他从头到尾只吃过你一家的牛排，可能他品尝下一家就马上发现你不好吃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美食家，他吃遍东南北，出过国回来，说你的牛排才是我吃过里面最好吃的。这个评价是最值得你开心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真的美食家嘛。所以凡事我们找一些没有吃过的、没有经验的，只有一个原因罢了，我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自信。而我们确定，这老奇葩们都是有自信的人，我们是有料的，不怕货比货，只怕不识货。这都什么货呀？你是摁了哪儿的电门，把他们都电起来了？有问题吗？我说的没有，棒棒的，棒棒的。你继续吃你的大牛排。哎。所以我其实要讲完了，就是有料的人不用怕，尽量找经验的人品鉴一下你们自己。谢谢。饭馆的这个比方啊。第一层面上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谁会一辈子天天老吃一个饭馆的一道菜呢？他试过后觉得你真好吃的时候，那你也不会天天吃这同一道菜，而且在试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发现有比你更好吃。你现在天天不吃同一道菜吗？对呀。对方辩友，不要把多和少夸张成有和没。我们说的是多和少，不是说的有和没。理想状态是几菜几汤呢？对方一遍二遍都在把多和少对立成有和没。我们并没有排斥有经验，但我们排斥的是经验太多。像你这样天天在外边吃菜的要当心啊，所以长成这个样子，知道吧？我最近都是外卖。改风格了。胡天宇，好，胡天宇，你看看你的目前的状况啊，27。我看不见啊，我没眼看。因为如今刚刚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广泛积累的人，他来说你好，等于是他带着最准确的意见来评判你这个人是真的好。可是要搞清楚一件事，我谈恋爱不是出来卖产品，我不需要大众的口碑，我只需要他眼里面我够好就可以了。所以不管我是在经验少的人眼里面好，还是经验多的人眼里面好，只要他觉得我好，他就是真的好，懂了吗 ？OK， 第二个点，餐馆是难吃的那些去的人多，还是好吃的人去的人多？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的生活，会发现其实真的是难吃的多。我们想一想，麦当劳、肯德基、兰州拉面、桂林米粉开的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哪一个好吃？真正好吃的米其林3星，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吃过？懂了吗？这个世界上越是好的东西，越少人得到。什么意思？这叫奇货可居嘛。我干嘛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尝到我？老娘做坏身价不是？这个很奇怪。老娘？不，是因为我接下来要举的例子是林志玲 ，OK？
因为我想说的是，林志玲她的恋爱经历可能比这个场上的任何一个女生来的都要少。只是她站在这边一发嗲，在场哪个男生不想上来抱抱她？所以懂了吗？餐馆其实最少人吃的是什么？不是那些特别难吃，那些早就倒闭掉了，是那些其实特别好吃，但是我偏偏不让你吃到的那一些嘛。OK， 那接下来就理一下我们这方的论点。我们今天要破除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花心那个想法，恋爱经验多的人相处起来会比较轻松。不对，我们要搞清楚恋爱经验多是什么意思。都是20、30岁的人，对不对？我们俩活的寿命差不多，我谈了1、2个女朋友，你谈了10几、20个女朋友，说明什么？我交一个女朋友的时候，你已经交了10个女朋友了。恋爱经验越多，代表你每一段恋爱时间越短。换言之，一个恋爱经验多的人，他其实和伴侣的相处经验是越少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6个月的时间，谢谢，6个月的时间换了12个男朋友，长的2月，最短的才2天。这样的他能有什么相处经验？他是会照顾你吗？他会哄你吗？你们俩还没好好相处就已经分手了呀？你还想说，等我女朋友来大姨妈的时候，我好好照顾她，让她感受一下我的温柔体贴。大姨妈还没来，女生先走了。你们以为恋爱谈得多就会锻炼到相处的技巧，其实没有。你充其量锻炼的是什么？是勾搭的技巧、约会的技巧，甚至是约的技巧。到最后，你们以为你们学会了体贴的知识，其实只是学会了体味的知识而已。OK， 所以我们会发现，恋爱经验多的人有一个共性，叫什么？他们很容易跟你相爱，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很难跟他相处。因为恋爱谈得多，无非就2种情况嘛。第一，他不停地甩别人，哇，这人有够口味刁钻，这样谁都满足不了他。而且看到没有，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没有耐心的人，因为他不让任何一个人磨合，他习惯了不好就换，简称把无情。那第2种情况呢？OK， 那第2种情况就好了解的多，就是别人不停地甩他嘛。那这个也超容易理解，就肯定是他是个烂货，所以大家才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嘛。所以我们要总结的就是，恋爱经验多的人，他往往外表光鲜亮丽，让你很想接近他，很想跟他在一起。可是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有种人叫什么？叫金玉其外，但是败絮其中。相处过了你就知道痛。谢谢大家。吴天宇，逻辑严谨啊，也有金句，拔无情。干嘛？你要拔相助吗？拔刀相助吗？拔刀相助。你比我离开老东家离开的晚，但是你变得更快。对，更彻底，更彻底。他那点小论断啊，潇站起来，来。对，你要放出如此猛兽来。那当然了。首先呢，我要纠正一下对面3位极其错误的价值观。说实话，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在奇葩说上纠正别人的价值观。我也不相信。首先，我们的第1位朋友告诉我们，如果你跟一个恋爱多的人去谈恋爱，我的妈呀，他看了6遍，还可以跟你演说什么？哎呀，什么鬼，什么大 boss 什么？亲爱的，这样恋爱经验多的人都能被你发现，看来你恋爱经验也不少啊，朋友。第2个朋友。先去拍了拍他的头，说：“我看他一眼，我就知道他是不是恋爱经验多的。你是仙女儿啊！”然后呢，他又拿起了这个男生的手。亲爱的，一般看一个男生的手呢，看的不是他的恋爱能力，看的是别的能力。OK， 再说我们第3位朋友，他说：“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喜欢我呀。”我只要找到我的真爱就可以了呀！你以为你命这么好呢？找第1个人就是你的真爱，你要不停地去试好吗？试完之后不好意思，变成你们口中那种经验多，你口中的烂货。然后你又说什么？林志玲是恋爱经验最少的，她一发嗲，谁受得了？那是林志玲耶。如果让马薇薇起来发个嗲，我受不了，我想吐。最后呢，总结一下他们3位传递的一个非常错误的价值观，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世俗眼中所谓的禽兽或者烂货，你是不配去爱的。那就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老公打我。我不能离婚，我离婚我就成经验多的了，对吧？我男朋友劈腿，我不能离婚，我不能分手，不好意思，
我分了手我就变成经验多的了。那如果我们在感情生活当中遇到挫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赖着呗。你不能分手的，你成经验多的你就成烂货了。我是迫不得已的。你这哭是出于羞耻啊。没有错，甜甜接的非常好。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分手，是迫不得已的。任何一个禽兽都曾经遍体鳞伤。说完经验多的人的好处，我们再来说说经验少的人的坏处。经验少的人怎么了？玻璃心，你不敢跟他分手，分手成本太高，一哭二闹三上吊。如果是一个经验少的人，比如说，哎，亲爱的，我很难得要拿你举一次例呀。假设有一个禽兽跟我的宝贝分手了，按照如今的性格，我们假设啊，当然你一次就会遇到真爱的，宝贝。为什么他就一次碰到真爱？因为他是宝贝啊，是。好，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他把关嘛。啊，好，那永远找不到人。这个关太难走了。对，如果像如今这样的一个女孩被人欺负了，这个坎儿它是不那么容易过去的。在社会新闻里，听清楚是社会新闻，很多人为了失恋、自杀、跳楼、泼男友硫酸，这些绝对是恋爱经验少的。恋爱经验多的人，你分了18次手，你还来这一套，怎么没进去呢？所以，一个好的恋爱对象，应该是在恋爱的时候活儿好，在分手的时候不粘人。谢谢。好，这个是6个人里面最后一个发言，基本上扳回到初始状态。不过潇潇啊，这个恋爱的时候被分手表现得不好的人，恐怕我认为跟个性比较有关系，不一定跟经验有关系。像如今这么豁达开朗的人，他就算被人家甩了，我觉得他吃一顿也就过去了。所以，我想让那个后排的陈明帮助你们反方来总结一下你们的观点，好不好？其实这个题目最重要的是前面2个字，大家都忽略，叫伴侣。到潇潇那儿已经讲的都是谈恋爱了。他说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分手的时候要不粘人，找个伴侣的时候还要考虑人家分手技能，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其实这2个核心分歧在这儿。想找一个谈恋爱经验多的人，归根到底是爱自己胜过爱伴侣。你看他们那边要么说的话，哎呦，人家什么都会，这是一个偷懒的心态。简单点说，就是他什么都会，所以他对我好，我轻松，我方便。归根到底是我要好。而刚才包括金星老师，包括花溪有说，那是一座高山，那是无数人去过的餐厅，那是一个证明自己价值的地方。换句话说，我征服了那样一个对象，说明我牛叉。归根到底，落点在我。要么我爽，我偷懒，我舒服，你什么都会，你对我好，姿势也全；要么我牛叉，你看这样的高山都被我踩在脚下，看起来是在挑伴侣，归根到底是在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的爱情和这样的理念，说实话走不了长久。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个恋爱经验少的人，是希望你们2个人共同开创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生活。如果你想一个狂风暴雨的海面，想要证明自己水手的牛叉，想要证明自己能征服所有的风浪，想让最后所有的东西都能从天上掉下来，而不是自己栽培出来的，那就选一个经验多的，也挺好。最后你自己可以活得也挺快乐，有点自私。但如果想要一段自己双手亲自去创造的人生，种出自己的果实，开创自己的幸福，选一个经验少的。谢谢大家。一顿饭吃完了，来这么一碗鸡汤，真的是补啊！如今，其实总的来说，不管这个经验是从次数累积回来的，还是从时间的长短累积回来的，就好像对方今天告诉我们的，他总是认为你经验一多，你的爱情就会贬值；你经验一多，你就是某部分出了问题，只是多这个次数就出了问题了。老师还来个鸡汤给我们，说我们这里都是有自豪感的人，想要从征服经验多的人身上获得自豪感。可是我们说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爱情不要因为有经验而次数贬值而已。不管你经验多还是经验少，我们不怕你次数变多，不怕你时间变长。
你说的是什么？也不怕你岁数变大。对，哪怕他是在夸大。对。你好好的做节目，你戳他一刀干嘛呀？没事，我自己都乱了，讲太多。讲到牛排，该讲牛排了。不是，薇薇姐姐。你也太方便了吧！这个好，这个好，无缝切换，切换好。OK， 陈明说啊，我们之所以愿意找经验多的人，是因为我们自私，希望这个人服务我们，因为他经验多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经验多，无论次数还是时间，有可能不是因为他人坏，有可能不是因为他有缺陷，有可能只是因为他命不好。有些人在爱情上是比较惨的，没有办法，你总会在有一些方面特别黑，所以我们会去爱这些经验多的人。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我心疼你？你这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能不能让我来补给你？所以找经验多，不等于找一个为我服务的人呢，陈明。这是第一点。带哭腔。第二点，因为是这样的，当鸡汤遇上鸡汤，这个时候汤都没了，2只鸡漏了。第二点，你说你想找一个经验少的人，是因为你想呵护他，你想保护他，显得你们好像很无私，不是？你爱的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会呵护什么？你会保护什么？你会保护你们家的小狗狗、小猫猫、小孩孩，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成人来尊重，对不对？你在养花养草啊，可是他是一个人，你要跟他相处，你要跟他沟通，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来进行养成。对，所以不要把你们这些养成狂魔当成鸡汤党，也不要把我们这些愿意真正去体会人生的人当成色情狂。谢谢。一句话，找伴侣这个事儿是这样，是过一辈子的事儿。我们养成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份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感情和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是的。我觉得我们说话好像这边有点危险了，是这样。说话可能更危险的，也好有范儿啊。我们曾经误以为经验多的人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带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内，他原来培养出的技巧可以应用在我身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与他对路，与我不合位，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技巧与经验无关。那么就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双方应该考虑的问题。经验多的人和经验少的人心态不一样，我们要了解这2种人的心态。经验多的人他什么心态？比如说甜甜姐，经验十分的多，他内心现在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苦，对不对？他苦，所以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了自己的天使降临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去努力的爱我，对不对，甜甜姐？太累了。好，如果我们经验少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可能是如今看到你这么爱他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也许会说，世界这么大，我还想去看看。对，所以奉劝对方的几个人，找经验少的人，你很有可能成为他下一个经验。谢谢。好，来，方妮。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哎，就如果一个恋爱经验多的人，他的心里很苦，那你是要给他多少甜才能填满他那个苦啊？你才能挽回他那个心态，那颗受伤的心啊？但如果我恋爱经验少，我就傻白甜啊！你给我一点甜蜜，我觉得好甜啊！你给我点阳光，我觉得灿烂啊！恋爱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最珍贵的那个过程，不是享受那个结果，而是我跟你一起去磨合的那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爱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俩一起慢慢变老，是我们俩一起慢慢变好。哦，这个在一起的过程，这个艰难的过程是最珍贵的。方妮很厉害，但是有一个逻辑漏洞，他心里有那么多苦，你得用多少甜去填满它？不用。
他心里的苦越多，一丝甜就能甜美。对谢谢马老师。要心里多苦的人才说出这个体会来啊！在我们全场观众投票之前，让我们来听一听双方导师总结陈词。谁先说啊？你决定。金姐先说吧。好，我先说，引用一下那个陈明那句话，关于自私这个词。我觉得，在我找到伴侣之前，我对爱情的要求一定是自私的，因为爱情这个话题不是共有的，不是一个公社。然后当我找到那个人的时候，我开无限的付出。爱情的经验一定是，它是通过经验来积累出来的。比如说伴侣的耐心，包容，将来在一起生活的分寸、把握，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目前来讲，学校不会教你的，爸妈说的也很少，只有靠你自己的经验积累，去得到你想找到的那个人和你所需要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当我碰到一个有经验的人的时候，他告诉了我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在分享他的经验的时候，我也在成熟。我这辈子没有崇拜过一个人，我只崇拜我先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人一有胆量，二他有品味。他各国女人撞完了以后落到我身上了以后，我觉得哎呦，这个男人有品味呀。他太有胆量了。生活是有味道的，而并不是白纸当然好了。但你如果是给我一张白纸去选择，给我一本书手里拿着，拿纸和拿书的分量能一样吗？好，谢谢金星老师。蔡团长，我谈别人的爱情的时候呢，不太喜欢把它当战略。我觉得我都是希望能够抱着祝福的心啊。找一个伴侣，目标是变成幸福，而不是变成成功，啊，这跟做生意是不一样的。人生归结到最后，最珍贵的只有一个事情，就是回忆。我跟潇潇有什么差别？我跟如今有什么差别？我跟花溪有什么差别？我们到最后差别就是我们人生累积的回忆而已。我们到闭幕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我们拥有的最珍贵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是回忆。所以刚才新咖这边主张我们要选恋爱经验少的人，他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想掺杂在某一个人的一片回忆的大海之中，我们想要跟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回忆。我今天从来没有一次是抱着敌视的立场在看恋爱经验多的人。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心酸的，这句话说：如果你认识当初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么糟糕吗？那是因为我当初受过很多伤害。我对于恋爱经验多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你们所说的，会觉得怜悯，就是他怎么那么辛苦。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遇过一些恋爱经验多的人，他们常常让我觉得，他们背后藏了一片满目苍夷的战场。我好像走过很多地雷炸出来的洞一样，在那当中想要栽培出一朵玫瑰花来。我不觉得那些回忆不珍贵，我只是不想要我的回忆掺杂在这么惨烈的回忆当中而已。我觉得能够遇到恋爱经验少又能够成为伴侣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您当初选择的是？又来了，不是，我现在怎么不能问问题了吗？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在听大家讨论这个恋爱经验多少的时候，我想起这么一个我的领域里的事情。通常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大牌的球员，他一定得累积一定的比赛经验，他不会是菜鸟第一年啊头10场比赛就非常的优秀，他一定累积了100场、几百场、上千场，打过若干届的大赛，见过多少大战阵，他才成为顶级的球星。这是积累的什么经验？它是一个专项技能经验。我特别同意康永兄说的，恋爱不是一种技能。如果我们把恋爱当成一种技能，找伴侣当成一种技能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床上的技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那样是错误的。其实最终，肉体的欢愉只是短暂的、初期的，到最后两个人如果真的成为伴侣的话，更多的是如何相处，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技巧，如何面对他的脾气，如何协调他和我两个人各自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两个人在工作社会当中的角色，与我们两个人这个二人世界的关系，其实这种不是你需要恋爱很多次
才能够获得的经验。这个跟踢球是不一样的，踢球真的是越有经验的人，可能是越好，但是也有很多踢了一辈子也踢不出来的，啊，就改解说了呗。